中美军机在南海发生了一场对峙，这场对峙最终以美军机败退撤出而结束。为了找回面子，澳大利亚在这时候就出手了，出动战机30米超低空飞行，4进4出台岛上空。来看详细情况。各位老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最近中美双方军机在南海上空发生了一场对峙，美军出动了一架 P-8A 反潜巡逻机在南海上空飞行，而飞行地点距离西沙群岛仅为30英里，大约48公里。面对美军的这一行为，我军迅速进行应对，并起飞战机跟踪监视，使用无线电对美军这架反潜巡逻机喊话：这里是解放军空军，你正在接近中国领空，保持安全距离，否则你将会被拦截。不过美军巡逻机显然是不会听从我军劝告的，说自己是在国际领空内飞行，解放军并没有阻止他的权利。面对美军的无视，我军无线电再次回复：中国领空是12海里，不要再靠近，不然的话你将会承担全责。在美军机依旧无视警告后，我军一架苏27出动，并且还挂载了4枚空导弹，在150米处的近距离拦截了这架美军机。在看到解放军真枪实弹的过来后，这架军机的飞行员连忙喊话，要求解放军离开左翼位置，自己打算向西飞行，希望解放军也这样做。不过解放军早就警告过了这架军机，因此并没有理会，而是一路伴飞，直到美军机离开这一区域后才掉头离开。在这次的对峙中，解放军军舰全程伴飞长达1小时，最后以美军机被驱离出西沙群岛而结束，并且这次可以说是全球直播，因为在这架美军机上还有着一名来自 CNN 的记者。这名记者全程目睹了解放军军机，甚至连解放军军机上的军徽都能看到。美军这次带着记者本来想耀武扬威一番，结果没有讨到丝毫好处，这让美军感到得把面子找回来，遂倒打一耙，说中国这是在加剧南海的局势。而在美军败退南海之后，自然是要找回场子的。于是身为小弟的澳大利亚在这个时候就主动帮美国来分忧了，出动 P-8A 反潜巡逻机进入了台海。这架军机还4次进入了台岛北部上空的防空识别区，并且飞行高度仅为30米。面对这一飞行高度，这让台军也有点慌，这么近的距离，万一发生点啥意外，自己可担当不起，所以使用了广播进行驱离。而在事后，岛内媒体仅仅称澳大利亚的军机只是路过罢了，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。台军方也对此事没有发表任何的情报和看法。要知道，以往解放军别说进入所谓的台防空识别区了，只要越过了海峡中线，台军都紧张得不得了，战机、侦察机随时准备起飞进行跟踪监视，并且还要把路线图和情报都发出来。然而这次澳大利亚的军机却在台岛上空的30米处超低空飞行，超低空飞行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来了个4进4出，台军居然没有任何的表态。如此区别对待，很难不让人认为这是早就串通好的。既然美军是在南海丢了面子，那么澳大利亚为何不去南海帮美军找回面子，反而来台海找回面子呢？其实这点也很好理解。澳大利亚自己也有自知之明，连大哥美国都没在南海占着便宜，那自己想要在南海占便宜可不是件容易事。而且在去年，澳大利亚可是在南海吃了大亏，当时派出 P-8A 反潜巡逻机想要来南海秀一下存在感，同样是在西沙群岛附近，但当时的澳大利亚军机并没有听从我军的警告，结果解放军也没客气，直接在澳大利亚军机侧翼发射了热铀弹，随后又加速到 P-8A 前方，释放了大量金属箔条干扰弹。这些金属箔条被 P-8A 的发动机吸入其中后，对发动机产生了极大的损害，有极大的可能性导致飞机坠毁。在事发后，
澳大利亚还专门就这件事指责我国，但这事具体还是什么结果，大家也都知道。也正是在南海上空，澳大利亚军机企图秀存在感，结果差点坠机，这才让澳大利亚这次只敢到台岛上空秀存在感。说不定澳大利亚早就和台当局沟通好了，让自己的战机来台岛上空表演一下四进四出，最后超低空飞行，象征性的让台军广播驱离一下，这样既照顾了台当局的面子，也让澳大利亚秀足了存在感。同时美国也开心了。而对于台当局这种引狼入室的做法，就别怪到时候解放军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，先把岛内清理干净了，再用导弹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。